中国军队在保卫台儿庄的英勇战斗中取得了辉煌胜利，他们成功歼灭了11984名日军士兵，并俘虏了719名敌军。此外，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，包括31门大炮、11辆装甲汽车、8辆战车、1000多挺轻重机枪以及超过1万支步枪。在这场战役的沉重打击下，剩余的日军残部不得不向义县和枣庄方向仓皇逃窜。由于战役的失利，日军指挥官赖谷少将遭受了严重的责任追究，被撤职并遣返回国。然而，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中国军队的巨大牺牲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有超过3万名中国官兵英勇捐躯。尽管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，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英勇牺牲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局部胜利，但并未能改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徐州的既定计划。日军继续增兵，企图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。这一局势表明，抗日战争的道路仍然充满艰辛和挑战，需要中国军队和人民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和牺牲。在这场战役中，哀兵必胜的坚定信念如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，万众一心的力量汇聚成浩渺海洋，知耻而后勇的决心激励着每一个人。而绝境中重生的奇迹也在战场上逐一上演。回溯至1937年10月16日，淞沪会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，第5战区便在战略要地徐州宣告成立。此地金浦路与陇海路纵横交错，地处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4省交界，自古以来便是军事争夺的焦点。可以预见，这片土地上即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。然而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，能够调集的兵力尽是杂牌军，这令蒋介石深感棘手。于是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启用杂牌军中的佼佼者李宗仁担任战区司令。蒋介石深知这些杂牌军长期被边缘化，他们之间或许有着更多的共鸣，更容易团结一致。事实证明了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明智的。随着李宗仁的上任，台儿庄战役的壮丽篇章也缓缓拉开序幕。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攻陷南京后，面临着与3年后德军占领斯莫伦斯克时相似的战略选择：是继续直捣黄龙，攻向武汉或莫斯科，还是先消除侧翼的威胁，拿下徐州或基辅。最终，日军与德军做出了相同的选择，即将徐州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。他们的作战策略同样是南北夹击。12月之际，日军第10师团自黄河北岸启程，挥师南下，直指济南。与此同时，第13师团则由浦口与芜湖两地出发，一路北上攻击滁州与明光。面对如此严峻局势，李宗仁巧妙部署，将北部防线交由韩复榘把守，并从海州调遣刘士义率领的桂军31军驻守南部。然而，这2路军队的表现却大相径庭，令人深感遗憾。李宗仁运筹帷幄，精心布置防线。在南边，刘士义麾下的桂军31军犹如铜墙铁壁，于滁州、明光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这支未参与淞沪、南京战役的精锐之师，士气高昂，兵强马壮，且占据地利之便，依托江淮丘陵，构筑起难以逾越的防御工事。加之听闻南京的惨痛遭遇，全军将士义愤填膺，怀揣复仇之火，誓死抵抗，多次挫败日军攻势，令敌军伤亡惨重，寸步难行，充分展现了桂军的英勇与无畏。反观北部战局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韩复榘为了一己私利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，竟轻易放弃了黄河天险这一天然屏障，一路溃逃，从济南到泰安，再至济宁、巨野，防线如同决堤洪水，一溃千里，导致山东大门洞开，徐州危在旦夕。1月11日，蒋介石在开封对韩复榘进行严厉斥责，而韩复榘仍试图狡辩，最终被撤职查办，2周后遭枪决。这一严惩行动如同当头棒喝，唤醒了军中那些心存侥幸、消极避战之辈，彰显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。1月14日，桂军31军在明光巧施空城计，趁夜色掩护对日军发起突袭，斩获颇丰。日军羞愤交加，随即调集重炮、坦克及飞机进行疯狂反扑。31军灵活应对，避其锋芒，转战池河沿岸，与敌鏖战7昼夜，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。尽管最终撤离池河镇，但桂军却让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为后续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2月之时，于学忠所率的东北军51军接到了紧急命令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奔赴淮河战场。面对日军强行渡河，51军将士们毫无畏惧，抱定必死的决心，与敌人在淮河两岸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。河水因战士们的鲜血而泛红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英烈的热血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张自忠指挥的西北军59军如同天降神兵，他们士气高昂，勇猛冲锋，成功地将日军逼退至淮河南岸，收复了小蚌埠，稳定了淮河防线。至此，中日双方隔河对峙，战局暂时得到了缓和。在藤县，川军上演了一场铁血坚守的壮举。当日军在淮河、明光一线受阻后，华北方面军迅速调整部署，分2路直逼徐州。其中第5师团直指临沂，而第10师团则扑向藤县。藤县的防守重任落在了孙震率领的川军肩上。尽管他们的装备简陋，机枪故障频出，与日军的精良武装相比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川军将士们却毫无惧色。他们自出川以来，历经太原会战的洗礼，虽然折损过半，但士气依然高昂。他们怀着守土抗战的坚定信念，毅然奔赴藤县战场。3月14日，日军赖谷支队以猛烈的火力对藤县发起了攻击。川军外围的125师和127师凭借着简陋的迫击炮和手榴弹，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。经过1天的激战，他们成功地守住了主阵地。4日，日军突然袭击北沙河，直逼藤县县城。此时，王明章师长麾下仅有3000余名勇士，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守城的重任。16日凌晨，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城行动，炮火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炸开了东关的缺口，步兵蜂拥而入。然而，川军将士们却毫不退缩，他们用手榴弹筑起了一道道火墙，炸得日军溃不成军，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日军见状变换战术，组织炮灰冲锋，而川军则以夜袭进行反击。藤县城内机巷间杀声震天，成为了一片修罗战场。王明章师长深知局势已至危急关头，他一面鼓舞将士们坚守阵地，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援军的到来。然而，汤恩伯部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增援，错失了宝贵的战机。17日，日军增调了重炮旅团，对藤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。随后，坦克和步兵强行突入城内。王明章师长身先士卒，亲自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在枪林弹雨的十字街口，他手持手枪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，高呼“中国万岁”，抗战到底，最终壮烈牺牲。其余川军将士也坚守阵地，伤员们为了不落入敌手，毅然选择以手榴弹自爆，践行了他们宁死不屈的誓言。藤县之战，川军以全军覆没的悲壮代价，毙敌1000余人，无一人投降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抗战的悲歌，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步伐，为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先机。在临沂战场上，李宗仁将军展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宽广的胸怀。面对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5师团的进犯，他毅然启用了庞炳勋部进行防守。尽管庞炳勋部兵力薄弱，装备落后，还面临着被裁撤的危机，但李宗仁以诚相待，慷慨解囊，赠枪送弹，并以民族大义相劝，成功激发了庞炳勋部的杀敌报国之心。临沂外围的汤头之战打响，庞炳勋部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，仍然顽强抵抗，与日军展开了长达5日的激战。他们反复争夺汤头阵地，甚至组织了敢死队进行逆袭，打得日军晕头转向，颜面扫地。日军恼羞成怒，随即增兵强攻临沂城。在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，庞炳勋部坚守阵地，毫不退缩。在这危急时刻，李宗仁将军收到了卧底的密电，得知日军北线有所行动，而南线相对稳定，他果断调遣张自忠率领的59军前往救援。尽管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存在着深重的私怨，但在国家危难之际，他毅然放下了个人恩怨，率领部队昼夜兼程，1日1夜狂奔180里，火速奔赴临沂战场。3月12日，张自忠率59军抵达临沂西郊。4日，与庞炳勋部共商作战计划，决定拂晓总攻。14日，59军多路渡河，迅速占领河东村庄，与日军激战。日军反扑，并调集主力西渡沂河，企图包抄59军。张自忠果断收缩防线，坚守茶叶山高地，
59军全体将士抱定必死决心，炮兵挥刀冲锋，步兵白刃格斗。17日黄昏，59军发起总冲锋，日军溃败，向汤头、莒县逃窜。此役，日军伤亡3000余人，史称临沂大捷，粉碎了日军夹击台儿庄的阴谋，为台儿庄战役筑牢侧翼防线。藤县失守后，蒋介石将汤恩伯20军团和孙连仲第2集团军划归第5战区，李宗仁布局战局，命孙连仲部诱敌深入，坚守台儿庄，挖掘工事。汤恩伯部则隐匿待机，欲夹击日军。3月22日，日军赖谷支队台儿庄派遣队进攻，我军骑兵连、步兵连主动出击，遭围堵，损失惨重，日军炮火猛烈，步步紧逼。24日，刘家湖失守，台儿庄局势危急。李宗仁取消诱敌计划，命赤峰城31师全力防守，调炮兵增援。孙连仲司令部前已指挥，赤峰城部与日军在台儿庄巷战，竹楼争夺，白刃格斗，硝烟弥漫，日军不断增兵，坦克肆虐，但我军顽强抵抗，新道火炮击毁日军坦克，挫其锐气。27日，日军63联队增援，攻势更猛，台儿庄大半沦陷，赤峰城部伤亡惨重。请求撤至运河南岸，遭李宗仁拒绝。李宗仁知汤恩伯部降至，坚守关乎全局。孙连仲组织敢死队逆袭，后勤人员参战。赤峰城炸桥背水一战，全军高唱大刀进行曲，绝地冲锋，收复台儿庄3/4区域。然而，汤恩伯部行动迟缓，几经催促未至。4月5日，蒋介石电报施压，汤恩伯部猛攻日军坂本支队，断其后路，日军慌乱，坂本顺欲撤。赖谷支队坚守，因孤立无援，日军防线崩溃。6日开始逃窜，赤峰城部封锁退路，日军遗失器械，狼狈逃离。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展现了顽强斗志和牺牲精神，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，但成功抵御了日军的进攻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